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Forecast Happyology。真不敢相信，居然已经1000订阅了，非常感动，谢谢大家按下订阅。我想我应该会在5000或是10000订阅的时候举行一个小活动，希望大家到时候都能够来踊跃参加。然后我也希望举办活动的时间能够快点来。最近呢，金星要逆行了，具体的时间呢是7月23日到9月4日，在狮子座逆行。但是呢，目前已经进入了阴影期，所以星盘中有重要相位的朋友可能会开始感觉到有一些影响。另外，水星也会在8月24号到9月16号在处女座逆行。处女座呢，它掌管水星，因此这次的逆行影响会更大一些，并且主要是在工作上的。例如说，在传简讯的时候，因为时间有差异、收讯不良等等，影响心情而莫名其妙回了一些自己平常也不会说的气话等等，这样的烦躁感呢，会影响职场以及人际关系、爱情关系之间的和谐。那么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我们这周就来看一下大家担心的事情会不会达成呢？留言有人想测会不会复合，也可以趁机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那么新来的朋友记得到资讯栏找到自己选择的组别时间栏来看一下解说。另外，如果觉得不太符合的话，也可以多选择一组来辅助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开心的度过这一段稍微颠簸的一个时光。那么也像是前几个测验一样，请大家静下心来，我会放一段冥想的音乐帮助大家选择。有4个选项，从左到右是1、2、3、4。这次的牌卡都非常漂亮，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现在，请大家用直觉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牌卡吧。大家都选好了吗？请直接从资讯栏跳到自己的组别，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说吧。对了，影片都放在 YouTube 上面，请多多支持，感谢大家。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你所担心的事情，结果会如何呢？这次的占卜呢，我会用塔罗牌卡来看一下这段时间的运势，主要是到9月底之前。再来，大环境的氛围是怎么样的发展？神谕卡还有月相卡是来看一下要朝哪个方向努力，还有最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要提醒你。星座牌卡则是看一下哪一方面比较受到影响。瑜伽卡要提醒大家需要做什么运动来提升一下精神能量还有健康的能量。最后则是用一张易经卡来做一个总结。首先看到大环境这张牌，这是圣杯5，它上面就直接写了失望。所以首先呢，你所处的大环境是前景有点不太明朗。这种呢不太好的状况有可能是公司的订单减少，还有呢营收下降。我从这张牌来看呢，它最多甚至有可能会降低60%这么多，有些产业。那么整体的产业竞争会变大，所以大环境给你的感觉是失望的。那么我们讲到投资环境的话，也有可能是这样，它会不如你的预期，投资的报酬可能没有你预想来的多，因为
各家产业的营收或许会开始降低等等。再来，你抽到了滋养这张牌卡，你从这张牌卡可以看到一个人，他手拿着水果，站在星球上，他的资源很丰沛，有草有水果，乳酪的新月，这是个乳酪，降下来好清凉的水，以及这边有一小片面包。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可能要多吃一些对自己身体有益的东西。这张牌卡上面蛋白质、一点点淀粉以及很多的纤维质、蔬菜、很多的水。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近期要少吃一点肉类，可能吃肉类就要吃白肉。它这张牌很明显有一个比较偏向要吃清淡一点的意思在里面。可以摄取葡萄啊、苹果、香蕉、芒果、手工天然的面包，并且呢，找时间接近干净的水源，例如泡澡，例如去泳池游泳，还有去很清凉的小溪流去走走。那么一定要多喝水，如果是矿泉水就更好。这张牌也是说你最近因为工作太累，所以你必须要找时间好好的安抚你的身体。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径。有一个人呢，他站在这边，旁边一片荒芜，星空上闪着很多光芒。突然在平行世界的彼方出现了一个出口，这边降下了天梯，他在想他要爬上去吗？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你所处的大环境刚好不太好，你现在在寻求可能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或是投资机会，但是你还在思考，但是这个路径呢不是很清晰，因为你身处在黑暗当中，你还在摸黑，还在试验。那么新的工作机会、投资机会呢，从这扇窗它有给你一点点线索，有可能是要远渡重洋，那么出口在另一端的感觉，有关水的工作、海外的机会都可以去试试看。所谓的有关水的工作，就是例如海边开餐厅，在邮轮上工作，在轮船上工作，飞机上工作，它都会跨越这个海洋。甚至呢，也可以做海外的导游，这边有这个提示。可是呢，这边还是要提醒，你这边画的是有点光亮，但是你不知道是太阳升起还是夕阳落下，所以你出去的结果会有两个。不过这是一个新的路径，如果你四顾无人，而只有这条路可以继续前进的话，那就要鼓起勇气，爬上去试试看。你要去了之后，它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宏大的发展，现在是不知道的。再来我们看一下你的塔罗牌卡，塔罗牌卡这边是宝剑十、恶魔牌、权杖女王、宝剑七以及钱币四。从第一张牌卡宝剑十来看呢，你目前确实是有担心的事情，而且它确实使你的身心感到焦虑。宝剑十它直接画出了你身后有各种的压力，可能有房贷、车贷、教养小孩的责任，蜡烛几头烧，已经不是两头烧了，因为这边有许多的事项你都必须要处理。工作、父母啊、原生家庭啊、小孩，你延伸出去的家庭、朋友啊，甚至是面临了分手等等。总之，你目前的状况确实有一个万箭穿心的感觉。不过，宝剑十它是一个终结的牌，你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事情呢不如你意，但是它也必须终结了。你接下来的状况是恶魔牌，它会有一个天人交战的情形落在你的身上，有可能呢因为前面实在是压力太大了，目前呢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似乎有可能会想要和环境一起堕落，例如投资还有感情也很想要孤注一掷，
尤其在感情上，前任可能会找你复合，不过他的企图呢，可能不是很单纯。即便不是前任来追求你的人，他的动机可能也不是很纯粹，这点要小心。那么再讲到工作以及投资上，它都是一个需要你去收敛一些贪婪膨胀的一个心态，可能在这个阶段会有一点想要梭哈、摊牌，或者是在环境当中利用一些旁门左道在诱惑你。你现在还有点举棋不定，要不要一起堕落？因为大环境不佳嘛，可能已经有人这么做了，你在想你也要不要这么做？它就是一个环境在往下的时候，它可能会让你受到影响。不过接下来的牌又非常的光明，是权杖皇后，契机终于出现了。你的创意还有行动力爆发，整个人容光焕发。在一个天人交战之后，你可能想到的新的路径是创业，或者是开展副业，学习一门新的技术，培养一个新的兴趣，例如上烹饪课啊，转换一下注意力，攀岩，带小朋友去跑森林训练场。我这边很强烈的有花艺课，学习一个艺术方面的东西，甚至是染花，就是那种染料，把布料染料，然后去做衣服，这边也有画出来，甚至是果雕。这边的植物呢都很完整，但是权杖女王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角色，所以可以拿这些东西去做一些变化。以及时尚方面的东西，因为这边有镜子，也可以花钱去做个 SPA 来调养身心。所以这个阶段呢，你在焦虑恶魔牌之后，有段时期你会有点突然顿悟，然后能力爆发，产生了一个转环。但接下来的又是宝剑七，因为你这样子的容光焕发呢，光彩夺目，可能会引发一些小人的注目观察。因为大环境不佳，有人开始异军突起的时候，他就会观察你，他可能会伺机而动。很有趣的是，因为你可能很敏锐，你第一时间就会发现了有这样子的人的存在，你就会开始接到钱币四这个能量。这边是一个开拓的能量，这边是一个平衡静止观察的能量，再来是守城的能量。你开始学习保卫你的领土疆界，保卫你的资源。你可能这边呢想到了很多的点子、创意、新计划，不过你开始知道要先把这些计划放在心底，因为有人在观察你，有人在伺机而动。选到这组的牌的朋友一定要先按下自己觉得一定有发展的一些计划，等待时机成熟之后再把它放出去。但是在9月底之前都还没有这个迹象，你现在是行动力、创意、创业可能都还在初期，因为只有一张牌是有这个迹象，又演变到了钱币四，所以你要开始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成果，避免被偷窃，避免被邀功。然后同时间呢，你头脑已经开始思考，你现在资源有多少，你要如何将这些资源变化，去换取最大的产出等等。从这里所有的牌面来讲，以工作上而言，你的愿望会实现，转职创业都有可能。不过要小心一些有花言巧语的人，把不适当的工作机会讲得天花乱坠，有点像金光党啊、诈骗集团一样，这点要小心选择。不过工作上呢，愿望是很有可能会实现的。以财务而言，或许之前有一点损失，想要盲目的投资，孤注一掷，然后去接触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不过这样是很危险的，尤其是恶魔牌，要以守住老本为优先考量。
所以这组朋友，我从整个牌面来看，有一些人可能还会买投顾的会员，还有去看很多财经网红的推荐，希望找到一盏明灯，成为暴发户。可是运势啊，这边你有没有发现，只有一张钱币4的牌，其他都没有钱币的牌，所以可能要保守一点哦。保本优先，如果那个明灯超越你的预算范围，请要轻轻放下，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哦，不要随便去借钱。以爱情而言呢，在这部分在这组很重要，因为第7宫的讯息出来了，第7宫也是伴侣的关系，所以加上这边第5宫，但它却是失望，所以在恋情上，想要谈一场新的恋情的人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加上宝剑10。那圣杯5是火星在天蝎的能量，你遇到了追求者或者是前任，会因为性爱方面的需要对你释放出暧昧的讯息啊，放出一些饵，希望你可以自己吃。那这是很令人挣扎的。权杖女王呢，又望向了恶魔这边，所以你自己其实会有一点点把持不住，因为这对你来说，你还在衡量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再续前缘，或者是说有新的交往可能，所以你也是有一点点心动。那么对方有可能是摩羯座，还有天蝎座的，水瓶座，还有牡羊座。那么虽然你有一点点心动哦，对于这样子的关系，或许你也可能不太排斥，但是在比较后面的时候呢，你其实会察觉对方其他的心思，所以开始学会保护自己，会比较保护自己，因为对方可能迟迟不会给出你想要的正式的承诺，或者是在行动上根本没有在真正规划未来。对选择到这组的人，在爱情方面来的人，可能对他们而言，满足私欲的话，可能是他们的优先选项。所以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牌有没有再多一点指引。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星座牌，你抽到的是第6宫，再来你的月相卡抽到的是新月在金牛座，他说要知道你自己的价值。瑜伽卡抽到是 Locust 是蝗虫，这是瑜伽的蝗虫式，这边写着扩张。那么我们刚才说要讲一下这个数字你仔细看一下，这个讯息非常有趣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你看哦，这边是金牛座，它是2宫，所以是2，然后这边加起来是3，是沟通，然后这边是5，第5宫，这边又有写第6宫，第7、第8，2、3、5、6、7、8，就像是阶梯一样，你拾级而上，慢慢找到了正确的路途。可是它的关键点是这边缺乏4的能量，所以它缺乏一个稳定的特征。那这组牌的朋友呢，最近有点太忙于工作，有点忽略家庭哦。那么记得太忙的时候，还是要给爸妈打打电话啦，给家人贴一些芭乐贴图也好，就是不花时间，但是让他们感受到你在关心他们。很有可能有些少数的朋友呢，原生家庭对你的支持力比较薄弱，或者是说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呢，对于家的观念会稍微比较模糊一点。那么如果没有家人照顾你的话，记得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么至少在9月底之前，找个周末，找朋友吃个稍微健康点大餐来犒赏自己。另外我还想要跟大家探讨一个比较深层的问题哦，这边有一些朋友最近大环境的关系哦，因为我比较担心有一群的朋友，因为你会对这个恶魔有点心动这件事情，表示说你在原生家庭里面得不到一个支持跟帮忙，或者是你不喜欢你的原生家庭的一些状态，所以你有从外面去寻找一个新的东西。那么在这个数字当中呢，2、3、5、6、7、8，在星盘当中
可见你整个着重在个人发展的一个职业道路上面，是金钱你很在意，工作你非常在意，投资你也很在意，缺少了一的自主性以及九之后的能量。就是有些人的星盘他会侧重在某一边，这是很常看到的。不过因为之后的大环境可能会不给力，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另外九宫这个能量之后，九宫的能量就是理想啊、抱负啊、海外的机会，所以你在想海外的机会，可是可能你之前没有接触过类似的资讯或讯息，因为原生家庭可能给你的帮助比较少，它会影响到的是十宫的发展，尤其这边是宝剑十，十宫的发展。选择到第一组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情况，可能要开始从第一宫开始建立起。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讯息，你要从第一宫自我的价值开始建立起。所以这边有说你知道你的价值，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你想要呈现给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形象，它当然跟第一宫很有关，你出生的你整个人本来的习气，然后有可能的话找到海外机会，因为第九宫或者是找到出版的机会，将你之前的所学出一本书，或者是把它写成文章，或者是把它拿来教给别人，你才能够建立第十宫的一个形象，社会给你的形象。你要先建立第一宫的形象，之后第十宫的形象才会进来。这边的讯息非常特殊，有一些人有很强烈的这个特质。那我提醒你一下，之后大环境不好，如果你在工作上没有办法找到满足感的话，你要想着往职业发展。工作和职业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工作只是养家糊口，职业是有使命感的。所以如何带出你的使命感，要从第一宫开始填补起。因为第四宫的缺乏会导致你第一宫自我认同的某一个缺乏。我希望介绍到这个讯息的人，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情形的话，因为我是想要帮你打一下预防针，因为之后的环境会对你之后的发展有局限，那么从现在开始准备起的话，会对你的未来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月相卡好了，他说新月在金牛座，那么明年5月初的时候，你现在所心里想的这个愿望会逐渐的实现，尤其是特别是工作跟感情上的，会有一些新的人出现，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并且呢健康也会比较好，这就是6宫。那么压力会稍微减轻，尤其是有焦虑症状或忧虑症状的人也会稍微好转一点。不过这张牌呢是处女座，水星在处女座的逆行，工作上如果沟通出了一些状况的话，要有些耐心去处理哦。那有一些计划会执行到明年初，让你知道自己更擅长什么东西。关于这整个牌卡它有关的星座，我讲一下，摩羯座跟天蝎座刚才有讲嘛，但是摩羯座出现了2次，水瓶座、双子座还有火象星座，然后火象星座里面又更强调了牡羊座。来追你的人有可能是刚才有提到那几个人。事业工作上的机会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类似的人可以跟你一起打拼的人。那么我再讲到了这个蚱蜢士，蚱蜢士表示选到这组牌的人你做很久，尤其是你有可能做电脑的工作，因为它这个姿势呢，蚱蜢士是要强化背部跟增加这个脊椎的弹性。你可以看他这个双手往后撑这个动作非常困难，如果你的肌力、腿力跟臀部的肌肉力量起不来的话，你这个动作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已经有点中高阶级的一个动作了。然后它可以舒缓背痛，所以显然就是选到这组人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有可能有什么久站，你可能是需要业务员、销售也在外面跑的业务，一直跑动久站，所以腿部的力量也很重要。多做这个动作，它也可以帮助消化、舒缓胃部胀气等等，它会强化腹腔中的内脏，真的很忙哦。这个动作你可以参考一下，就是网络上很多可以查得到，甚至你去做 SPA 的时候要多按摩背部等等。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都要多训练背部、臀部、腿部的肌力。
它点出你最近的健康状态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再来我们看一下你的易经牌卡抽到什么牌。你易经牌卡抽到了一个非常棒的牌，它是泽地翠，上面是湖泊，下面是大地，许多动物它围绕着一片湖泊，旁边是青葱的大树，一片绿地，它形成了一个健康的生态系。大环境是圣杯五。第一组的朋友，你现在的状态就很像是在沙漠当中，但是沙漠当中又身处一个绿洲当中，所有的动物植物都因为的那个绿洲繁荣生长，表示你所处的职场、学习或家庭环境至少有部分呢是非常非常强壮的，在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长处。这张牌就是精英荟萃，神队友。所以你如果有婚姻的话，你的伴侣可能是神队友。如果你工作的话，你的同事有几个能力非常好。这张牌真的非常棒，它是易经牌卡里面前几好的，尤其是工作上的事情，有很大的几率可以实现你的愿望。那么感情的话，就是要张大眼睛检视前任的动机跟追求者的动机。若是要长久的关系，可以顺便稍微看一看周遭的人，因为你周遭有很优秀的人。到了9月底之后再决定你的动向。你看你身边有很多的机会，你要把握这个机会。那么健康方面，要多多把关注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你抽到了滋养，还有抽到了蚱蜢式。宝剑十是有一点过分焦虑的状态，那么环境的不确定会让你更保护自己，所以你要多舒展身心。这边是扩张，那么这边是扩张，钱币4是守成，他们这两股力量就会拉扯，所以要多做一些伸展的运动，它会有助你这两股力量身心平衡的发展。那么在最后讲到投资还有金钱方面，除了请教明灯之外，你要多看一下身边的人的金钱理财规划状态哦，因为泽地翠这些人就在你的身边，他没有在远处，他是在近处，是有很亲近的人，非常擅长投资，非常擅长理财规划。你可以多多去请教你身边的人，去发掘这样子的人的存在，多多伸展自己的肢体。那么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那祝福你们了，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2组牌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你所担心的事情结果会如何呢？这次的占卜我会用塔罗牌卡来看一下这段时间运势的影响，还有大环境的氛围，用神谕卡还有月相卡来看一下要朝哪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也会抽出星座牌卡来看一下哪一方面会比较受到影响。瑜伽卡则是要看一下大家需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来提升一下精神以及健康的能量。最后用一张易经卡来做一个总结。从这张大环境的牌来看，它是圣杯1，圣杯1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牌。那么各位目前所处的公司、产业还有家庭里面是蛮和谐的哦，因为圣杯1是一切感情的开端，似乎目前大家都能够体谅彼此的处境。另外在感情当中，抽到这组牌的朋友，目前呢应该是在一个蛮不错的环境，是一个对的环境，因此有一些真正的感情机会正要萌芽，甚至已经有一些人在暧昧当中。那么总体而言，目前的环境，你身边的人呢都有做出一定的贡献，能够给这个环境一些正向的力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循环。那么神谕卡这2张牌非常的有意思，这张牌是月亮的空王，暗黑月亮。这张牌呢，它上面写着是花月，就是大家之前可能会有听过的雪月。从空王跳到花月，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一个过程。所以选到第2组牌的朋友，从这2张牌就可以感觉到
非常非常强烈蜕变的一个能量。月亮空王这张牌卡，一个人他躺在一片荒芜的大地上，他衣衫褴褛，天空中没有月亮，只有星空。这张牌代表的意思是，第一个休息，一切要重新出发的感觉。似乎呢，我感觉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你抽的是担心的事情嘛，所以很可能来抽的时间，你的心情已经有点放弃了。在黑暗之中，你已经有点觉得是不是苦苦挣扎也不会有结果。不过呢，暗地里有一股能量正在蓄积当中。这张牌它很像是紫微当中的空宫，无限的可能性在前方等着你。它虽然是一个排除掉就有能量的牌，但它的反面意思就是这张牌它发展的一个空间有无限大，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无的概念。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过往的能量清干净。所以选到第二组的朋友需要做一个深层的排毒。1号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要把包袱都丢掉，可能的话把环境整理好，因为你准备要开始了，所以要把东西都放在你一个比较有效率的地方。当之后忙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再费心整理一些细琐的东西。那么我也提醒一下月亮空亡的时间哦，在金星逆行还有水星逆行的这段期间，有几个月亮空亡的时间，它是一个比较不适合启动新计划、新能量，或者是接受一段新感情的一个能量。那么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就是8月3号、8月4号、8月16号、9月1号、9月15号跟9月30号。总共有6个日期哦。如果你非常相信天体的运行和人的运气息息相关的话，几个日子就可以稍微的错开一下。我们来谈到花月，这张牌的意思呢是盛开，这个名称非常美丽。一个女神般的人，她手中拿着小提琴，她穿着小小的晚礼服，充满了花朵和花月相映衬，整个人冉冉上升，像是一个高贵美丽的明星一样。我刚才说了，花月的俗称其实是血月。前一个血月呢，我帮大家查了是2022年的11月8号。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2022年的年底11月初的时候，是不是开始企划一些东西，然后你一直努力到现在，你想着说它到底会不会实现，因为已经过了大概7、8个月了嘛。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时候的工作企划，遇到的人，是不是有新的投资项目就要看到成果了，因为这里是盛开，看到成果的回报。那么如果在去年底没有规划的朋友，如果你从现在开始一个新计划，因为你抽到了这个月空网，它是一个开始要准备重新再唤起你新生力量的一个开始。下一个血月是在2025年的3月14号，所以你现在做一个新的计划制定，然后一直不断的努力，在2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还有飞跃。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就赶快开始计划了，因为都是1的能量，都已经预告着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成功，这是一个明日之星的一个象征了。所以选到第2组的朋友，化茧成蝶，你可能从一无所有，在这个金星逆行还有水星逆行的阶段，你却不受到影响，有一个超级大的转变还有突破。那么这副牌呢，它月亮其实大小不一，只有这2个牌你看非常吻合，都在差不多的大小，差不多的位置。一个月亮的空缺，从零变成美丽盛大的花月，所以等于说一个已经有点无所适从，担心东担心西，你可能躺在一个毫无资源的荒地上，月升成为一个明日之星，轻柔优美，你仿佛可以听到他专注在小提琴的旋律之上，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惊叹他的美丽和才华。从这一片荒芜之地变成这个沃野千里，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破烂的衣服变成繁花似锦的一个晚礼服，非常高贵。这已经不是什么化成蝴蝶可以形容了，这个是一个3级的大跳跃，这不是进阶哦，这是3级的大跳跃。所以你的运气正在急速剧烈的转变当中，或许你可能根本不会相信，1个多月后你会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这2张牌的转变非常的戏剧性。那我们再看下去，塔罗牌卡你抽到的是力量牌、钱币骑士、宝剑侍者、圣杯王后、宝剑4。这几张牌都算是非常的不错，没有什么很负面的牌。从力量牌开始看起，目前呢，你所担心的事情呢，需要你极大的耐心还有勇气去克服这个难题。那愿望会不会实现，就从一开始你就要取决于你的决心。你要把自己当成驯兽师，你要把你身边你心里所想的那个难题当成一个可能反扑的狮子，你要循循善诱，用包容还有安抚的力量，让事情转到你想去的方向。从现在开始，你可能要习惯和这个课题相处，你要坐在课题之上，还能够从容自在的处理，这就会达到成功的第一步。再进阶到钱币骑士，力量呢是要有耐心还有包容心。钱币骑士除了这2样决心之外，还需要具备非常长久的毅力。钱币骑士是一个非常缓慢还有长久的战争哦，你要慢慢投入资源，慢慢的努力一个一个小的项目。不过这张牌卡，它的马非常的动态，它往前奔跑，跟花月一样，它身上也穿戴着花，所以它的速度上会比传统的钱币骑士再快一点，这是一个好消息。由于传统的塔罗牌卡呢，这个马上面会有一个人在驾驭它，不过这张牌就比较特别，所以它告诉你，你需要做一个锦上添花的动作，然后顺其自然。打个比方好了，你的作品很棒，不过你要美化这个作品。例如说，你正在设计一个工业产品，我们以手机或者是像行动硬碟这种科技产品来做一个比喻，因为它的线条可能比较冰冷，你可能要加一点颜色，像是这个对比色系，或是加上一些比较狂野的元素，让产品的鉴别力可以慢慢的显现，销售情况就会慢慢的转好。再来谈到宝剑侍者，你现在呢，脑子当中有非常多的点子，这些点子呢，还在手舞足蹈当中，还在发展当中。那也有可能有几个案子都需要你哦。如果你是室内设计师，可能有4个工地在同时跑。那么到9月底的时间呢，你的思考会不停的转动，所以目前呢，非常适合搜集各种你需要的资讯，去发展这些想法的一个雏形，把这个雏形渐渐把它具体化、具象化，要仔细观察机会，还有签下契约的一个时间。目前可以看出来，可能只有一个计划是在一个执行当中，它比较落地，比较具体，其他的都还在天上飞这样子。再来谈到圣杯王后，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所担心的事情呢，甚至梦想，都会朝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实现。圣杯皇后本身，它就代表了很强烈的梦想、艺术跟心灵的能力等等。如果是问感情的朋友，这张牌就是容易遇上对你很好、付出不求回报的人，所以对感情来说是蛮好的。另外，如果你从事艺术产业、疗愈方面的工作，甚至是占卜，就是神秘世界的一个工作的话，这张牌的出现都非常的不错。尤其你现在的直觉力非常强大，你有能力看穿事情的本质跟真相，即便是它外面层层包覆着伪装的壳，你都有办法看到它最里面深层的一个意义跟本质。对，刚才讲的几个职业都很好。最后是宝剑4，这张牌在传统上又是休息的意思，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你已经有2张休息的牌了，所以目前是一个需要你更加沉着的时期。你要将宝剑侍者头脑中的点子深化。你看这4个跳舞的人，他们坐在一起，开始集思广益了，上面有线条，所以这些点子呢，你必须找到它的关联性，要有一个根基，不能让它随便乱飘，要它坐于这个根基之上，来支撑这4个你不同的想法。例如说，你想要在服装秀展现你设计的一系列的服装，那么每一个设计你都很喜欢，然后你也觉得都很漂亮，但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系列，你必须要形成一个风格，所以可以依靠例如统整它的颜色，让每一件衣服都能够找到你独特的剪裁的方式，成为一个新的风格。例如说，它都有斜领的设计之类的，让它的鉴别力非常的强烈。然后你就像什么呢？操偶师，因为你看这边有线条，这些创意你可以驾驭它们，是你在指挥这些创意，而不是创意乱飞，然后你追着这些创意跑。是要你要反过来做，你要很能够灵活的指挥这些创意的产生。那么从这几张牌我们来可以看到，人物呢有狮子座、处女座、风象星座、巨蟹座，还有木星在天秤座。那么风象星座就是双子、水瓶还有天秤了。从这整体而言，在工作上你会得到一个很大的舞台，表现自己的机会。选到这组牌的人，他牌卡全部都有一种表演的感觉，表现自己的感觉。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可能很多在设计、创意、表演、艺术、教学，甚至动物、宠物的相关领域，有一个非常棒的发展。还有可能是疗愈师、心理师等等。有可能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有培养宠物，然后带着狗狗去参加竞赛，然后都会得到不错的成绩。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所担心的结果呢，不用担心，它很正向。就像在缺乏资源的团队里面，例如有一些体育团队，它可能资金不是很充裕，不过因为锲而不舍的努力，可以在竞赛中夺得奖牌，而且不会遭遇不公平的状况。塔罗牌的能量是进阶的哦，所以你担心的事情，如果你确实一点一滴的努力过，这边显示的是这件事情你要努力过，它会是一个正向的结果。它的确实努力过是表示说，不是说你今天投资一笔钱，明天就会成为暴发户，不是这样子的能量，因为它这边是一点一滴的往上走的。爆发时期要来了，就是你之前努力过的事情，你已经觉得它是不是毫无希望，但它却在短短的1-2个月之内，它呈等比级数的成长，就像是你训练你的走台步的时间走很久了，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上台表演，你终于被签下一个模特儿的经纪约之类的。那么财务方面也是，它需要一个长期的投资，你要有长期的规划才能够成功。那么很大部分的收入呢，是来自于工作。另外，你可以找一些你平时可以不用管它的理财方式。2张的休息牌，表示这方面的能量有点比较静止，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投资了一个标的很久很久之后，它都没有动。我有时候会听过有些人，他可能放了5-6年，他都没有动，但他就忘记它的存在。不过一夕之间，某一个题材它爆红了，就像是前2年的航运一样，突然成为了一个明星产业，成为当红炸子鸡。这个是要有蓄积能量，就是有一些人他根本放到他心灰意冷都忘记了那种感觉。那爱情呢，因为木星在天秤座，第7宫会有非常好的运气，在找长期合作伙伴还有另外一半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棒的时期。那你长期交往的恋人可能会有一个结果，想要复合的人，目前金星在狮子座，这边又抽到狮子座，你可以稍微多观察一下，慢慢的再多约会几次，努力观察一下，看他是不是付出不求回报。
如果他不是斤斤计较的人，因为这个牌已经给你提醒了，非常愿意对你付出的，因为这个圣杯女王是一个很牺牲奉献的人，然后她具有强烈的同情心哦。那如果这些特质她都没有，那么可能就会有点难。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其他抽到的卡片。你抽到的是这张牌是天蝎座的下弦月，要揭露需要被看到的事情。再来你抽到的是第8宫，这边是结束还有开始，天蝎座的能量。最后一张又抽到了天蝎座，这是蝎子式，是瑜伽当中的蝎子式，它的意思是重生。我翻开卡片的时候都吓了一跳，因为这个牌我真的是随机抽的，我都不知道是抽到什么牌。我翻开来的时候都是天蝎座，真的是有点吓到我。我们从星座卡开始看起，第8宫结束还有开始。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看到这些牌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们之前到底怎么走过来的？我真的非常好奇，因为这个能量非常非常的剧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人生之前真的经历过非常毁灭的阶段。那有些朋友他不是从零开始，他是从负开始，可能有继承到了一些别人的，就是有可能父母欠债啦，然后你要替他们还那样子的情形，甚至是在财务上，因为第8宫有重大损失的，所以你要去填补那些损失跟空缺，然后开始重新往上走。接下来我要说的讯息比较特别这个讯息不太寻常。如果有一些朋友心中想问身边或是你非常挂念的人，你很担心那个人，就是逝去的那个人，或者是宠物在另外一个世界过得怎么样，那么我可以回答你，你不需要担心，他们都被好好的关照着，因为你所拿到的讯息都非常的正面，在另外一个世界还交到新的朋友都有可能。因此就是不需要太挂念，好好的从自己开始重新出发，整理自己的情绪。那么有非常非常少的一些人是有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因为3张天蝎的能量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很难形容，我看到的时候非常震撼。月相卡又抽到了天蝎座的下弦月，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已经被误解很久了，那么严重的甚至被陷害，甚至被记恨。那么是时候揭开真相，是时候的让别人理解，即使呢你不想要争辩，不过想要认识你的人，如果是因为留言误解你的话，对他们也不太公平，毕竟他们也没有管道知道真相。你所担心的事情在12月初的时候，所以要再过半年会有重生的机会。那么在经历水逆的时期，一定要找时间多多休息，因为你准备要站上舞台了，一个美丽大家关注的舞台在等着你了。这现在是你的时期了，你要当成那个主角了，所以要把自己准备好，休息非常重要。甚至在表演台成果发表之后呢，或者是作品完成、专案完成之后呢，也需要找时间休息，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来讲一下数字的关联性。这边有第1宫、第5宫、第6宫和第8宫，天蝎座的能量超级超级强。那这组的朋友呢，除了刚刚讲的星座之外，我刚才已经提了一些星座，天蝎座、水瓶座、摩羯座也是注意的重点。因为呢，这些星座呢受到冥王星很强烈的影响，因为冥王星现在换位又在逆行，然后回到摩羯座之后会进入水瓶座，目前有很大的波动，真的是一夕之间一无所有到拥有全世界的感觉。很有趣的是抽到了蝎子式，这是又是重生。这个瑜伽姿势就像蝎子一样，它脚这边它运用到很强的手的力量还有核心，所以你要把它举上去，脚举上去。因为这个姿势非常高阶，那个没有学过没有练过的朋友请一定不要模仿，会伤到你的腰这是一个瑜伽高阶的姿势。
很强大的核心力量，也要强化肩膀。选到这组牌的人呢，你本来就很注重健康跟训练，要不然不会抽到高阶的牌。那么现在要朝线条完美这件事去训练起，因为你有2张牌都有说休息哦，所以也不要做太过剧烈的运动。这个姿势很强调脸部的线条，还有因为氧气回到这个脑袋当中，它也有训练记忆力，增加呼吸量。这所有的牌都有点像是这个演唱会的歌手要登台，他需要美丽、铁肺，还有必须要记歌词。所以为了让第2组的朋友你的重生更具戏剧性，所以你要开始一些细部的调养，因为你本来应该就已经有在注意了，现在要往细节去精雕细琢。那么最后来看一下你的易经卡，你抽到了地雷赋。易经牌卡解释了一切，地雷赋是一个很好的牌哦，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就是这个牌的注解。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所有的牌都是重新出发，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咸鱼翻身，一个非常大的成长还有转变的时期要来了。他可能在土地里面都不知道多久了，他终于发芽了。所以上面呢是坤卦，下面是震卦，大地翻动，有个小小的种子开始发芽，它扰动土壤，破土而出。所以你的心愿本来你可能已经心如槁灰了，觉得绝不可能了，因为小人太多，能够帮助你的君子太少。哪知道时间推移，这个君子太够力，然后你又够坚持，最后一刻翻牌你赢了，大快人心。所以你担心的事情呢，尤其是之前那种逼近界限觉得非常困难无法达成的，它透露出了曙光，它终于长出了那个芽，而且这个长出了可能是个什么宝藏花，金花银花，因为酝酿了很久，我都可以感受到你这组朋友你前面有多辛苦，太辛苦了。不过过程开始发芽之后，还是要孜孜不倦努力的长上去。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所以在工作上之前呢，例如已经面试过，或者是学业上考试过后，你可能在候补名单上面，那么戏剧化就是正取没有报到，你又重新获得机会，或者是说在职场上本来呢那家你申请的公司呢是相中别人，但是对方老板试用了之后觉得根本就不符合企业的需要，重新又回头找你帮忙。甚至是业务上你投标或者是开价本来输给对手，对手可能用了一些小技巧或者是关说之类的，反正就是不是很道德的手段，所以呢你已经觉得没戏唱了。但是呢对手后来居然违约等等，机会又重新落在你的身上，又或者是说企划重新回到公司的讨论项目之上，像是法案被退回去但重新再审议，结果居然过了等等，让你非常开心的事情，苦尽甘来啊。这组感情上呢，如果你有想问复合的人，这张牌我希望留言的人你能够选到这一组，这张牌是复合最棒的牌，尤其是经历期回来的人可以考虑哦。由于你现在整个人像是重生过后焕然一新，所以圣杯女王呢，她会因为你的美丽还有具有包容心，很容易让比你年纪小的爱上你。3张天蝎座的能量加上圣杯1，选择到这组的人目前具有强烈跟致命的吸引力，强烈的荷尔蒙的吸引力，所以喜欢你的人可能会有点像飞蛾扑火一般的精神，所以你的神秘感会非常引人好奇。选到这组的人如果是单身，如果你担心会不会一直单身，其实喜欢你的人很多，多多观察。那么在理财方面呢，投资一定要多加小心，8宫的力量太强大了，虽然你有可能得到祖产或是继承一些财产，但是重生的力量表示你可能会破一次大的，然后再重新累积资产，所以谁都不想要生活这个剧烈的起伏还要破一次大的。
解决之道就是要像这个钱币骑士缓慢还有坚实的往前进，遵守成功的中庸之道。如果说有人对你说什么有大好机会可以一夕之间变成有钱人，那就要非常小心了。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只可能一夜成名，但不会一夜暴富。那么选择到第二组的朋友，你整体的牌卡非常非常的棒哦，恭喜你们，真的是之前过的那些风风雨雨，然后不要回首了，往前看，赶快专注自己，锻炼自己，要当明星的快点准备起来。也祝福你们，恭喜你们终于苦尽甘来。那么今天的解说就到这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你所担心的事情结果会如何呢？这次的占卜我会用塔罗牌卡来看一下这段时间的运势，还有对之后的影响。这张牌则是代表了大环境的氛围，然后我用神谕卡以及这边有一张月相卡来看一下要朝哪个方向努力。这边有一张星座牌卡，看哪一方面最受影响。这边则是瑜伽卡来看一下需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来提升一下精神能量还有健康能量。最后则用一张易经卡来做总结。那么以环境来说，大家抽到的是命运之轮。目前大环境所有方面的运势都在转好当中，而命运之轮正要往好的方向去前进。所以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所带的产业、周遭的关系，还有你的家庭等等，所有的条件渐渐开始聚拢，所有的要素开始收集齐全，慢慢要脱离之前的低潮，它要往乐观的方向去前进了。这是一张非常好的牌，所有的东西本来之前不动的，现在要开始转动了。再来，我们来看你的神谕卡，这张牌是河狸月，就是在河中会筑水坝的那个小动物河狸。然后这个是蠕虫月，它所代表的是创造以及信念。这两张牌它连续的出现，这39号、31号非常神奇，它有很明确的时间跟指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河狸月它就是11月的满月，那么这次的11月的满月呢，会在双子座，它就像是电视剧中的冬天将要来临了。11月是最后准备过冬的阶段，所有的人会非常忙碌的搜集食物啊、过冬的衣物啊，准备一些物资等等。现在就是一个在创造之前的前期的准备阶段。这张牌也有要你要精确的使用你的金钱还有时间，因为在进入真正的创造的阶段，它就是会有各种的投资，例如说你自己独处的时间会增加，还有你必须要准备各种工具。那么打个比方，如果你在精工领域，你想要做一个宝石戒指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准备喷枪，还有各式各样的夹子、钳子，还有钻台等等，这些的东西都很贵，你现在的状态就必须要比平时还要再更节省一点。那么这段期间的准备就会决定你在未来的产业当中能不能引领潮流。那么河狸在水中建筑水坝，那么它建筑完水坝之后，它的水流会改变，它是有改变水流能力的一个动物，就像是你现在做准备，你之后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可能会让人非常惊叹，会引领一段潮流。那么蠕虫月它是3月的满月，那么我就帮大家查了一下，下个3月的满月是在2024年的3月25号，它是满月在天秤座，所以这个双子天秤风象星座能量很强哦。这张牌是信念，它告诉大家事情将要好转了，跟命运之轮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这组牌的朋友要坚持，他现在趋势跟命运之轮要开始往上了。之前这个是11月，经过漫长的冬天，到了3月，之前停滞不前所有结冻的一些东西，终于看到融化的迹象。因此这组的朋友要对自己创造的关系、创造的作品、创造的专案，还有你创造的家庭，要有信念，秉持信念继续坚持下去，因为事情正在好转哦。专注在最后的结果就好了。那么这边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讯息，如果你有在备孕的朋友，你快要接到好消息了。从现在到明年的3月是很好的准备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塔罗牌，宝剑七，这是一张欺骗还有偷窃的牌，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现在正在创造的东西嘛，那么你会面临有一些敌人，他会在暗夜间行动，想要偷窃无论是你的智慧啦，无论是你一些有形的财产或是无形的时间。很有趣，因为你看这边是一只乌鸦，然后这个宝剑女王穿的这个黑色，和她连这个头发白黑相间都很像，那种反光都很像。所以其实选到这组的朋友，你是可以发现这个人正在行动。最近呢，好像很常抽到这个宝剑七，另外一组牌也有人抽到宝剑七，感觉好像很多人最近会用一些不大光明的方式去偷窃别人的成果，所以大家要多加小心。那么你当然会担心啦，因为你都已经知道了。不过接下来非常棒的是抽到了宝剑皇后。宝剑皇后是一个别人绝对无法欺瞒她的人，而且你看哦，这个人偷走了乌鸦的羽毛，然后手上拿着一个短剑。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宝剑皇后，她拿了剑超长的，而且她还对准了她。目前的防卫能量实在是太强了，而且这个是暗夜，突然非常光明，也就是说你的环境当中是比较站在正义的这一方的，然后你自己也可以把自己防卫得很好，非常的有决断力，非常聪明，而且非常坦诚，然后也会用正确的方式来保护别人。接下来抽到的是钱币七，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目前呢就在耕耘期，你正在守护这个破土的种子，然后小心翼翼的每天给他们养分，期待他们快点长大。这边是钱币七，结果你下一个牌又抽到了钱币皇后。那我提一下，这边有双七，它是一个成对的，所以最近真的是比较幸运。所以你所播种的东西，你一定会看到成果，因为这个是钱币皇后。你看她非常悠然自得的坐在这个沙发上，你最终的结果是非常好的。你孕育的东西开花结果了，你达成你的标杆，在理财上就非常高明，是一个很务实可靠的也很温柔的一个角色。从宝剑皇后这个比较捍卫自己的能量，转到一个比较务实沉稳的能量。这张牌非常的棒，因为它非常的富裕繁荣，而且它也很愿意帮助别人。最后一张牌则是圣杯国王。选到这副牌的朋友呢，你的行动是比较不疾不徐的哦，不是那种爆发力型的。但是最后来到了圣杯国王，他有优秀的直觉、包容心还有同情的能力，具有强烈的艺术创造力。选到这组牌，很多人是从事有关需要创造的工作，也是很好的疗愈者，具有很成熟的感情态度。那么从这些牌我们可以看到，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可能是什么天秤座、月亮水瓶座、土星金牛座、摩羯座、天蝎座，这几个星座的感觉很强烈，加上前面的风象星座。那么总体来说呢，目前的工作是正在前期规划的时期。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如果你在艺术设计、出版、媒体、法律顾问、会计、投资还有大公司等等行业发展，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强大的成果。但是耕耘的时间，从这两张牌来讲，这个是11月，这是3月，可能大概还要在半年以上。你所担心的事情结果，它可能进程是慢慢往好的地方前进，不过
它的结果是非常的丰盛，可能比你预期的还要好，甚至有可能会造福到其他的人。以爱情来讲，目前爱情的态度是比较理性务实，宝剑皇后，而且有潜在的情敌，所以你可能要在其他的地方取到成果之后，从工作、健康、财务的成长过程当中建立一个安全感，还有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还有让别人看到的一个亮点，你最后就会达到圣杯国王的高度。但最终还是能够顺利谈成一段好感情，只是要稍微注意对方会不会已经有了家庭哦，因为年龄会比你大，见多识广，可是他也有一定的心机城府，所以要稍微旁敲侧击一下，看一下真相是怎么回事。然后在担心之余呢，有时候可以直接抛出问题来看一下对方反应，不要自己瞎猜这样子。那么以财运来讲，刚开始会有点损失，不过你在冷静的判断之后呢，重新规划并且持续累积，最终呢会累积到一个你非常满意的数目哦。这个数目呢，可能比你预计想的还要来得多，因此有可能有能力可以捐献给慈善团体。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看你逐步的成长，而且是多方面的，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成长，就像这个命运之轮一样，是各方面都非常好。那么如果有这组的朋友想要创造新的收入来源还有金流，以这组牌来说，副业可能要经营6个月以上，在明年才会看到稳定的收入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其他卡片，你抽到的星座卡是双子座，我思考。再来你抽到的瑜伽卡片是拜日式，成长。你抽到2张的瑜伽卡，另外一张是兔子，是丰饶的意思。然后你的月相卡抽到的是天秤座的下弦月，从这张牌来看，又是一个双子的能量，非常强烈，就是你可能这个时期需要和别人沟通，这边也是满月在双子座。那么这组的朋友呢，很常使用自己的脑袋哦，你要创造很多东西，又要思考，不过呢，是偏向工作上的思考会更多。但是目前这个不是休息的时候，其他的牌组有很强烈的休息，但你们没有，所以不要懈怠。这一组呢，要认真的将想法去落实，大环境都对你这么好，是木星一个扩张的能量，所以当所有的好运都在你这边的时候，你就要一鼓作气进行。不过你这边缺少了火象星座的牌，所以你会很常觉得脑子中的点子一个跳过一个，非常非常的聪明，有各种的想法。但这组的朋友一定要告诉自己，执行力很重要，火象星座的能量很重要。另外一个这个月相卡抽到的是天秤座的下弦月，他说要拨出时间关爱自己。天秤座的下弦月会在9月30号到10月14号左右，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以在中秋节左右开始事情的准备，如果你有想要创造东西的话，因为呢11月就会进入真正的制作阶段，所以当想法拟定好之后，一个一个要做的事情 SOP 排出来之后，就要认真的去执行，变成务实的一个动作，因为这张牌少了一点冲劲哦。再来是瑜伽卡，瑜伽卡你抽到了拜日式还有兔子。拜日式呢，这是成长。其实拜日式你看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他只是往后仰而已，它是一系列动作的一开始而已，它是一个准备动作。所以你的这2张牌还有这2张牌完全一模一样的吻合，所以现在选到第3组的朋友，你要进入一个核心的锻炼期了，很有意思，和其他的牌组气场完全的相合。你要开始训练全身的肌群，因为这个一组的动作是10个以上，它也可以增加新陈代谢，开始让身体有点活动起来。接下来是兔式，它是一个盛产丰饶的意思。那么兔式呢，它主要是训练脊椎还有肩颈哦，会开启你的顶轮。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长期的坐着坐姿不良，
甚至吃东西都有可能有点不固定时间。还有可能有一些人在确诊之后，甚至会产生一点脑雾的迹象都在这张牌显示出来。那么很有意思的是，这2个瑜伽的动作都很初阶，非常适合刚开始想要接触的人。然后可以看到呢，因为你是从静态慢慢变到动态，要运用到大脑的细胞，所以这个又是思考跟激荡脑力的一个牌那么从这个神谕卡的数字，它有什么呢？有3，有4，有6，有10、12。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比较重于这个日常工作、沟通还有事业发展，还有灵性的开发、艺术、直觉力的训练等等。所以必须要很注重身心的健康。从这所有的牌组当中，我看到大量备孕的资讯。因为今年也刚好是兔年嘛，有担心生产这方面问题的朋友，你很有可能在明年农历年前可以看到愿望实现。这次的占卜能量非常的好，然后恭喜大家的是，这组牌的朋友就是出生的讯息非常多，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那么早有小宝宝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张牌出现的太多就是生产的这个能量在里面，备孕的能量在里面。还有一点是，从这个牌可以看出来，我想要生小宝宝的朋友可能会生出狮子座或者是双子座的宝宝。再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你的易经牌卡写了什么。水泽节，这组牌的朋友你抽到水泽节，上面代表水，下面代表湖泊。那么天降下的水，湖泊借其水的容量是非常有限度的所以要节约用水。那么这里整体的能量和刚才提到这张准备过冬要节约的合理的这张牌非常的相似。这是一张非常平稳的牌，对感情来说是非常好的两情相悦，是非常适配的伴侣。不过如果有朋友是想要问经历期回来的人可不可以复合，这方面的资讯可能要过一段时间，你自己成长了之后才能重新审慎思考之前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另外一方面，因为你要开始成长了，各方面都要用到钱，所以要很会理财，保持财务上面的健康。那么由于罕见的出现了节约水资源的讯息，所以很有可能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是居住在比较热的地方，甚至待的企业公司会被要求要节约用水。那么工作上要继续坚持，要用最节省经费的方式去开拓业务，省下来的钱就会变成将来购买生产工具的成本，你可以进一步扩大你的业务。所以水泽节就是为了以后要以备不时之需的一张牌。但是总体而言，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运势非常非常的好。3个皇室形象的牌都抽到了，你所担心的事情要保持信念，因为呢它就快要成功了。那么以上的讲解就到这边，选到第3组的朋友非常恭喜你，也祝福你咯。我们下个影片再见。选到第4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你所担心的事情结果会如何呢？这次的占卜我会用塔罗牌卡来看一下这段时间的运势还有对之后的影响。这2张牌是大环境的氛围，然后我用神谕卡还有月相卡来看一下要朝哪个方向努力。我也会抽出星座卡来看一下哪一方面比较受影响。瑜伽卡则是来看一下需要做什么运动来提升一下精神的能量。最后我会用易经卡来做一个总结。这边塔罗牌看到的是你的大环境是宝剑9以及圣杯6，情绪非常的极端，这边是残酷，这边是欢乐。那么圣杯6是一张怀旧的牌卡，整个环境有一种怀旧的氛围，例如都在想念年轻时候的偶像，过往欢乐的情景。那目前呢，环境的能量是非常波动的。我可以打个比方就好像是你待的公司有个人可能要离职了，
同事们都不知道原因，那很有可能他是被资遣的，被欺负的，被上司派了不合理的工作的。那么对这个即将失业的人而言是非常残酷的。不过因为大家不知道内幕，所以还举办了欢送会，大家非常的欢乐的吃披萨什么的。那么这个对那个即将离去的人而言，还要故作欢笑，维持面子，当然就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那么两相对比，心中冷暖自知。所以你目前的环境当中呢，可能有人毕业即失业，这不是指你这是指这个环境当中。但还是和大家一起规划要去哪里毕业旅行，或者是家庭当中爸爸工作不顺，但又不敢告诉妈妈，那妈妈还安排大家去吃大餐这样子。那么有各式各样的故事在你的环境当中发生，很极端化。那么我们再来看到这张神谕卡，它是超级月亮吸引。我帮大家查了一下，超级月亮会在2023年的8月1号和8月30号出现，那么分别在水瓶座还有双鱼座。这张牌是说你要运用吸引力法则来吸引好的能量到你的生命当中，将那些负面或是你觉得不再需要的能量释放掉。那么简而言之就是迎接好的，吞掉不适合你的。那么因为月亮这时候离地球非常的近，它的重力会引发很大的潮汐，在传统当中，在占星当中会影响到人们的情绪。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要有意识知道你的情绪随时会被点燃，那么要懂得自己收回来，不要被轻易的影响。那么满月容易心想事成，所以对担心的事情一定要往正面想过去。那么许下你的愿望，例如美好的爱情，具备清晰的头脑，最适合你的关系，我希望有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等等，或者是创造出适合自己风格的作品。那么我之前有一个例子可以讲给大家听，我被迫去听一个日本的高僧讲道，因为呢他规定参观寺庙就要先听他讲道才行。那么他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很多人许愿呢都会乱许，很多女孩子到他们庙里多许愿要嫁给有钱人，嫁到豪门。他说呢，这种愿望一开始就是错的，应该许下的愿望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然后和这个人一起创建最适合自己的美好人生。那么他这段话大概反复的提醒在座的听讲的那些人。那么这个例子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送给大家。那么我们再来看你的塔罗牌卡，钱币5、钱币2、圣杯4、圣杯10以及圣杯侍者。选到这组的朋友，一开局的确是有很多事情需要你担心，尤其是金钱上的。那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面临失业、分手，金钱不够用，觉得自己被生活所抛弃，或是运气不好，越想越伤心失望，本来还没有那么苦，但是被你越想越放大。别忘了传统的钱币5呢，在风雪当中，那么这张牌呢，你看你是在殿堂之内伤心，殿堂之内失望。那么这个情形比较像是你在大企业工作，以往奖金有3到5个月，但是呢，现在只有发1个月，你就觉得公司抛弃你，对你不好。又像是你希望感情对象呢送你名牌包，结果他送你一瓶小香水，那你就觉得有点不满，情绪本来是一个小小的，越来越放大。不过呢，你是一个有遮风避雨地方的人。然后再下来看一下钱币2，钱没有变多，事情却变多了，越想越气，身心都觉得很不平衡。这边越来越大，这边还更大，还更亮。这种感觉挥之不去，都挂在高空当中了，被你一直想。不过有些朋友呢，因为这个钱币2就是确实
忙不过来，解决一个问题又来一个问题，很累人。我可以感到选到这组的朋友，生活上的确是有这个困难，然后呢，情绪上又被引动，事实上是很不好受的哦。那么有些朋友甚至可能要兼差，就更加忙碌。在这个情形之下，就无法兼顾感情与课业，或者是感情与事业。到了圣杯4，之前的打击太多太大，现在呢，担心的事情很多，对生活就有点失望，无所适从。你看这边是看着月亮，这边是背对着月亮，所以呢，就觉得躺平、养猫、追剧算了。但是这样呢，问题并不会解决。生活目前确实有点失去重心，因为觉得这边很迷茫。这边告诉你的解决方法是，你要面对你的情绪，直球面对，你不要背对着它。这边是解决的方法嘛。再接下来到了圣杯10，传统的圣杯10呢是家人的支持，圆满的家庭氛围。但是这张牌在整组牌当中可以看成只是一个临界点。你看火山要爆发了，而且你要注意哦，月亮从之前的各种形态慢慢变暗，这边就变成一个暗月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度过这个阶段之后，能够去看一下第一组的一个讲解，因为第一组是从月之空王开始重新出发，因为你在后面这2张能量是一样的。到了圣杯侍者，那么这组朋友终于最后情绪转变回来了，终于意识到生活必须从小小的满足开始出发。你看大环境可能还是很残酷，但你知道自己是自己。前面这个都担心到白发了，这个黑发回来了，回到正常的一个状态。满月对你的影响终于过去了，到了9月底，金星水星都顺行了，超级月亮的影响也过去了，所以人缘开始好起来了，感情开始好起来了。不过大环境当然是有隐忧啦，你把这个情绪开始知道，把它抛在后面，看着自己拥有的东西，开始重新出发。选到第4组牌的朋友，目前呢，你正在使用吸引力法则，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不过你目前的能量就像是磁铁一样，所以你要非常努力的控制心中的想法，因为超级月亮呢，容易让你放大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不安，所有担心的事情。在这几张牌当中，如果你放大的是缺乏的能量，如果你放大的是忙碌的能量，甚至放大了失望的能量，那你本来应该要积极显化的愿望就会被你搁置了，你会背对着它。到了圣杯10，砰，火山爆发，你可能会发出你平常都不知道自己会这么愤怒、这么忧虑、这么焦虑的一个情绪。你从1个人变成了3个人，白发还从1个白发变3个白发，非常的焦虑哦。那么你内心的人格还有思考正在打架，所以这边要建议你要统整自己的想法，一个一个慢慢去显化你的愿望。不是说现在我要财富、美貌、事业全部一下子老天爷都得全部给我，因为这是个愿望，这有点行不通。实际上最后还好想通了，回到圣杯侍者的能量，也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从一个小小的给予者开始出发，学习控制自己的想法还有情绪，不要让这个残酷的环境控制你。那么目前看来呢，你所担心的事情，不管是工作、感情还是财运，都在一个没办法控制事情走向的一个状态。你所能做的只有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一定要维持正向的念想。那么星座观点的人物呢，这是水星在金牛，木星在摩羯，月亮在巨蟹，火星在双鱼。这是水象星座，包含了天蝎、巨蟹和双鱼，大家可以参考上升还有太阳星座来看一下。提醒一下，如果这组牌的朋友和家里的关系如果不错的话，
记得要从家里获得一些支持，不要自己苦撑，因为现在是一个情绪你有点没有办法掌控的时期哦。最正面的牌就是这张牌，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如果你过往和家里相处的很不错，有累积很正向的情感，一定要寻求帮助，不要闷着自己苦干实干这样子。那么我们再来看你其他抽到的牌卡。首先是星座牌卡，你抽到了摩羯座的我利用。接下来是瑜伽牌卡，是蝴蝶式，再来是鳄鱼式，它是适应。最后一张是时间，天秤座的上弦月，敞开你的心胸。首先我们讲到你的星座牌卡摩羯座，这是一个第10宫的能量。那么选到第4组牌的朋友需要思考用最少的资源做最大的活化。10宫呢是事业宫，所以我建议呢要开始思考你想要给这个社会怎么样的形象。那么回到过往的根源，圣杯6回到过往的根源，寻找原生家庭负责赚钱的那一个人，你和他的关系怎么样？如果真的有困难的话，就要找之前负责赚钱的爸爸或妈妈支援一下。另外一个要思考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你跟他之间的良好关系会反射到你和社会的关系，因为这是从小开始发展的。那么月相卡他说敞开你的心胸，那么这次天秤座的上弦月刚好就是中秋节前的1个礼拜，在9月底哦。那么担心事情还卡住的朋友，要利用这短短1个礼拜的时间，将念头转为正向的，并且如果可以的话，回家一趟，和家人聚一聚，吸取一些正能量，有心结的敞开心胸，递出一个小小的善意出去，正能量才会循环回来。再来是鳄鱼式，这边是弹性适应性，其实这个动作是抱膝屈腿式，它不是鳄鱼式，它好像画错了，不过没有关系，还是可以讲解。那么这个姿势很容易做，可以常常做，就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网找个资讯。抱膝屈腿式，它主要是促进排气、按摩腹腔，还可以排毒，最主要是它可以放松神经系统。那么很适合目前的情形，有可能呢选到这组的朋友吃饭的时间很短很急促，容易消化不良，因为你太紧张，压力太大，太忙了，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要具备弹性，因为事情呢有时候会不如你所想的发展。另外是你担心的事情，它可能会东出一个问题西出一个问题，所以你才有钱币2的能量嘛，所以你要具备就是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再来是蝴蝶式，它是一个显化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初阶，几乎可以天天做。它可以放松髋关节，调理内分泌系统。这个动作对女生很不错，因为它可以舒缓生理痛。那么由这个动作就知道选到这个族群的人应该是久坐的族群，生活压力太大的人。不过这个显化对应到你这个神谕卡吸引力的法则，从这几张牌来看，有一些人的愿望可能是生产，还有生活的富足，可能有些人甚至是怀孕生小孩之后非常的忙，要有适应性，所有的东西都在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数字的关联是4号、6号、8号、9号跟10号，因为这是第10宫。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我感觉你的家庭和你的财运还有工作都非常的相关，可能和家庭的羁绊应该是很深哦。那么有些人甚至是因为缘分太深，可能连出国的计划都暂时还没有办法成功哦，因为会有各种不同的事件产生。在星座的关联性来说呢，
摩羯座还有天秤座的人或许可以帮到你，例如可以帮你介绍工作，帮你牵线，甚至帮你介绍适合的医生、中医师调理身体。如果没有头绪的朋友一直在紧张，或是找不到一个突破口的朋友，可以试试看找摩羯和天秤座的人帮忙哦。再来我们来看你的易经卡，要来看最后的底牌了。大家抽到的是地天泰，恭喜选到第4组的朋友，前面经历了这么多情绪上的困难，抽到了上上签。这张牌地天泰是数1数2在易经卡里面最好的牌组之一，它表示万物和谐，上面是坤卦，下面是乾卦，阴阳和合而生。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要广结善缘哦，因为看起来不论工作、情感还有财运，在9月底之后反而会出现一个很棒的机会。从整体看起来，我觉得选到这组的朋友担心的事情可能会比较全面性哦。追根究底，你希望创建一个很和谐的家庭和生活，例如夫妻要能够互补，工作要能够发挥长才，金钱最好有出有进，不会让你担心。所以从现在开始要学习正念上的显化。那么你担心的事情呢，或许会在10月到明年的1月会有一个你没有想到的，你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很长足的发展，还有你没有想过的结论。因为我也没有想到这个牌到最后会出现地天泰这么棒的一张牌，甚至是你学习掌控你的情绪之后，一切就所有的东西都在你一念之间转向了正向，迎刃而解。选到第4组牌的朋友，以上就是你的解说。那么要记得情绪放大的时候要收回来。那么就祝福你们了，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